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走入澳洲，我是明诗。这期节目呢，明诗跟朋友们来分享如何向新州政府服务处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申请出行许可。我知道很多需要外出工作的朋友呢，一直在等工作许可 Workers Permit。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出行许可 Travel Registration， 或者也可以叫做 Travel Permit， 它是可以当做工作许可去用的。那这个出行许可的政策呢，是在8月28号0点01分开始实施了。那么也就意味着，从这一天开始，如果你是要去外出工作，或者是你必须要外出的话，并且你是符合条件，必须要去申请出行许可的朋友，一定要赶快行动起来了。在我们具体分享之前呢，明诗还是要来嘱咐一下朋友们啊，在疫情封锁期间呢，一定要遵守公共的卫生禁令。如果说违反了这个禁令，那么最高呢可以面临22000澳币的罚款，或者是最高2年的监禁，这个性质还是很严重的。所以说朋友们呢要经常的去到新州政府的网站，了解一下最新的限制令方面的消息，并且呢去遵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马上来看一下关于出行许可相关的申请流程以及细节。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出行许可的介绍啊。如果你是在新州范围内活动的话，那么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之下呢，你就需要去申请出行许可了。这个出行许可它的有效期呢是最多14天。如果你的出行时间超过14天，那么在14天以后，这个许可到期的时候，你需要去重新申请。再一个，如果你的申请日期有变化或者是有调整的话，你也是需要去重新申请这个出行许可的，因为每一个出行许可它都是对应着一个具体的出行时间的。那么你一旦申请了这个出行许可呢，就要记得随身携带了，因为它是向新州警察出示的一个必要的文件。那这一次出行许可它针对的范围呢，主要是大悉尼地区。那大悉尼地区的范围呢，是不包括 Shell Harbour 以及 Central Coast 中央海岸的。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谁必须要去申请出行许可呢？这里边分为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如果你是住在疫情热点地区的授权员工，并且你需要离开你的区域去工作的话，那么你是需要申请出行许可的。那离开你的区域去工作，也包括你是从你所住的热点地区到另外一个热点地区去工作，也包括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出行许可对于这样的朋友呢，是可以当做工作许可去用的。第二种情况，不管你住在热点地区还是非热点地区，你只要是去到热点地区去工作，你都需要申请出行许可。这个出行许可呢，也是可以当做工作许可来用的。第三种情况是，你是在非热点地区，并且呢，你是需要去到超过50公里，到了大悉尼地区以外的地方去工作的话，并且呢，你的工作是一定不能够在家完成的，你需要申请这个出行许可。第四种情况，如果你是搬到大悉尼地区以外去长期居住的话，你需要申请出行许可。第五种情况，你需要去检查房屋，并且呢，这个房产呢是你真正会去住的地方，那么你可以去。同时呢，你需要申请出行许可，但是如果你检查的这个房子它是属于投资房，就不允许去了。第六种情况是，你在2个住宅之间活动的话，你需要申请出行许可，并且呢是包括你去到你的第2住宅这种情况。那对于第2住宅呢，有更加具体的要求。第一个要求是，这个第2住宅呢，你是用来工作的地方，并且呢只有工作的人才可以去到这个第2住宅。第二个情况是说，你的第2住宅呢面临非常紧急的维护，或者是需要维修，或者是有动物在那边需要去照看的话，那么你可以去，但是只能限制1个人去到这个第2住宅。那这里面它还给了一个网页啊，我们点击进去，在这个网页上呢，你可以查询一下，就是你活动的范围是不是必须要申请出行许可。在这里面你可以填上你出发的地点，在下面填上你到达的地点，再点击这个 Check Travel， 那么系统就会告诉你，你是必须要申请出行许可的，或者会告诉你，你的这个范围呢是不必要申请出行许可的。朋友们可以自己来去确定一下。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申请出行许可需要准备什么样的基本资料。首先呢，就是你需要有 MyService New South Wales 的账户，如果没有呢，你可以去创建一个。第二个是需要你的姓名、地址、电子邮箱以及你的联系方式。第三个是你需要提供你外出的理由是什么，申请这个出行许可的理由是什么。第四个是如果你是外出工作的话，你需要提供你公司的名称。第五个是你需要提供你外出的具体的细节，比如说你要在哪里待着，你要去哪里工作，你需要拜访哪里，具体的细节。第六个是你需要提供你外出的时间，也就是你外出的日期要给清楚。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根据不同的申请人的情况，也许有一些朋友呢是被要求提供他的亲属的名字以及联系的方式的。那有一些朋友他的工作地点呢可能不止一个，可能是多个，比如说有一些朋友是做清洁工作的，可能是在一天呢会去到几个不同的工作地点，并且呢可能有一些朋友比如说送货的，他并不知道他这一天会去到哪一些具体的地址。对于这样的朋友该怎么样去申请，怎么样选择呢？我们来看一下。那在8月27号周五下午5点以后，那这样的朋友呢，因为他们还不确定自己将要去到哪些具体的地址工作，那么他们在注册的时候呢，可以这样选择。首先第一个，如果说你是住在疫情热点地区的话，那么你在注册的时候可以选择你是授权员工，但是呢，你不知道你具体的工作地点，也就是 authorized worker with unknown work addresses， 你可以选择这一项。那第二个是说，如果你是住在非疫情热点地区的话，你在注册的时候可以选择 worker with unknown work addresses， 也就是说你是还不确定工作地址的员工。最后呢，我们就来看看申请出行许可的5个步骤是什么。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看一下你自己是不是必须要去申请出行许可的。那第二个呢，你就要选择 Register Online 这个按钮，开始你的在线注册和申请了。看到屏幕下面这个 Register Online。第三个步骤，如果你已经有账户的话，你可以直接登录进去。如果你没有账户的话，需要创建 MyService New South Wales 的账户。那我们来示范一下，点击 Register Online。已经注册的朋友直接在这边登录，如果没有注册的朋友点击这个建立账户就可以了。那第4个步骤就是根据系统里的流程以及刚才跟朋友们分享的需要提供的一些基本的资料，去一步一步的完成你的注册。第5个步骤是，如果你的申请成功了，通过了，那么你会通过 email 你的电子邮箱收到你的出行许可。那我们讲的这个是在线申请出行许可的方式啊。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不能够在线申请许可，不要担心，你可以给新州政府服务处打电话137788去申请出行许可。如果需要翻译转接服务呢，可以先拨打131450，电话接通以后说英文单词 Mandarin 普通话或者是 Cantonese 广东话，就会有中文的工作人员来接听你的电话，帮助你再去转接137788了。那别忘了朋友们，出行许可呢它是有效期的，如果说超过了14天，你需要去再重新申请。希望我们今天的视频呢有帮助到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也欢迎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在下期视频当中再见。